投资 AI， 投资成了世界首富，到底是谁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AI， 让我们世界换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首富，他就是非常知名的伺服器这个软体大厂甲骨文的一个创办人哦。那这位创办人呢，哇，他不得了了哦，他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世界首富，就因为这个甲骨文，他搭上了 AI， 插上了 AI 的翅膀之后呢，他的一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于是呢，他的财产就暴增了之后呢，他就踩下了马斯克，现在呢，他成为了那个看不到他车尾灯的一个世界首富。但近来大家讨论他很多，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创办甲骨文真棒，但另外一个真棒的是，他娶了一个好漂亮的老婆，也真棒。那这个好漂亮的老婆呢，年纪好轻哦。这位呢，甲骨文的创办人，他81岁了，他娶的一个漂亮女生呢，是一名中国来的女子，比他小47岁，今年才34岁。大家就觉得哇，你这个80岁，以前人家讲说80岁老翁，你不能讲老翁，他还有办法搞定34岁的一个女生，真太厉害了，好不好？好，那这位呢，来自中国沈阳的，他也叫九令，不是蔡依林那个九令，没有跟周杰伦在一起，她叫做这个九令啊，这个来自中国的一名女子。现在大家觉得她好低调，好低调，就觉得哇，嫁给首富好厉害哦。但是要怎么样伺候一个80岁男人，哇，她也是蛮辛苦。好，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来看现在哦，这位世界首富的身价暴涨。这个马斯克呢，过去啊，他做这个世界首富大概300多天，因为之前他曾经被这个 LV 的总裁超越，然后曾经被这个亚马逊的一个这个创办人超越嘛。那现在呢，是被一位81岁的老先生给超越了。不能讲人家老先生，他现在看起来其实挺年轻的。金钱是有魔力的，你只要愿意在你的脸上多花点钱，你81岁，你可以娶30几岁的小女生，同时你可以看起来像60岁，非常厉害。大家去搜寻一下他的照片。好，那么同时间呢，大家就好奇了哈，这个歪的讲太多，我们来讲正经的。甲骨文为什么现在感觉好像前景一片的光明呢？那就是因为啊，他在 AI 这个领域啊，在运算这个领域啊，它的算力实在太厉害了。他最近接到一个大单，所以呢，这个甲骨文最近公布他的财报数字啊，他告诉大家预测说，2025年呢，他们在这个云端云服务，它可以赚到100亿元。那2026年呢，它可以赚到180亿美元。所以呢，它的成长非常惊人，成长了77%。所以大家就说，哇哦，这个未来无限呐！所以呢，真是太棒了。所以现在呢，你只要这个搭上 AI。你有算力，哎呀，那就是大拇指就要拿出来了哦。好，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哦。最近呢，因为这个算力人人都在抢，所以呢，造就了很多在卖这种算力，或者你可以形容他说在卖这个 AI 基础建设的一些厂商，股价都是飙翻天，然后都是那种这个世界无敌大厂都希望来跟他合作的哦。像我们刚刚提到甲骨文，甲骨文这次啊，它的股价插上翅膀，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 OpenAI 要跟他签下了一份史上最大的云端算力的合约。这个算力的合约有多大呢？5年要跟他采购3000亿美元，你没有听错，3000亿美元的算力，所以呢，才让这个甲骨文它的一个股价一飞冲天，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首富。那这个算力有多值钱呢？继续要带您来看，几乎所有的大厂商都要找有算力的厂商来合作。微软最近呢，它有一家投资的叫做这个Nebius， 好，这家公司呢其实是 NVIDIA 也有投资的。好，那 Nebius 呢，它的算力呢也一样，要跟这个微软签了一份大合约。那这个微软呢要跟它采买的是170多亿美元的云端算力。那另外呢还有一家公司啊叫做 TeraWulf。这家公司呢是现在看到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它要来投资它，那直接它就是入股它了哦。那一样的这家公司呢，它有非常多的算力。那除此之外呢，辉达它更是很早就看到了这种这个 AI 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商机，所以呢，它入股了一家公司。那现在它把它的股份持股的一个比例不断的往上加，所以你就看到了，其实现在这些 AI 大厂，或者你说想要发展 AI 的这些科技厂商，大家都同样看中了 AI 算力这一块哦。好，那没有 AI 的公司呢？哎呀，现在感觉好像就
蛮落寞的。比如说，我们来看苹果，苹果呢刚刚发布了他们的 iPhone 17，但是呢，大家觉得，这个 AI 的部分的应用好像还是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棒。所以呢，现在在国外很多像美国的一些电信公司啊，他们就说了，哎呀，这个iPhone 17，他们觉得那个换机潮可能很难再看到，除非呢它在 AI 的一个应用方面可以有一个爆炸性的成长哦。那虽然呢看到这一次啊，库克呢它的一个这个 iPhone 的一个新机的备货量呢比过去上一代增加了1000万只，但是呢，他们自己美国的一个这个电信商是不太看好它的哦，那就不晓得这个库克哪来的自信跟勇气哦，备货这么多要卖给谁？好，但无论如何，他现在都还不用卖。他只要把那些东西做出来，就有人受惠，谁？当然就是苹果供应链。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工业富联、富士康，现在的一个股价呢就不断的飙涨哦。工业富联呢，已经它的股价呢今年以来涨了180%，很惊人，而且它的市值呢膨胀到现在已经成为了陆股当中的前10名，它就排在第10名，它的市值这么大。那最近呢，它的股价狂飙，当然就受惠于苹果最近的拉货嘛。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苹果，大家还是期待它未来的 AI 应用嘛。苹果不是总是说它都走在这个科技最前端吗？那这次 AI 你怎么很落后呢？好，那无论如何，我们来提 AI， 最近有一场大会很重要。在洛杉矶举办的叫做 All In 的科技峰会，那这个科技峰会呢，有人形容说它就是一个矽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大家会在这个地方讲未来的梦想，讲未来的科技前景等等。那当然有很多有头有脸大人物，他讲的话就非常值得大家来好好深思一下。我们来看马斯克他讲了什么。马斯克呢，他也很努力在发展 AI， 他这样讲哦，他说现在人类因为呢少子化，大家不生小孩，生育率降低，人类呢总人口在这个慢慢的这个走向缩小衰退的状况，所以他说人类的这个智力的发展啊已经开始停滞了，因为人不够多，所以呢他说人类智力开始停滞之后呢，他预估明年2026年 AI 呢它就可以超越任何一个单一人类的智商， AI 会比任何一个单一人类要更聪明。然后他说到了2030年 AI 就会超越所有人类的总和，人类智商的总和 AI 都超越它，所以 AI 就聪明的不得了。好，然后呢所以他就讲了，他说要怎么样杜绝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人类智力卡关的问题呢，他说解方就是要多生小孩。所以他说你看我生了12个小孩，马斯克啊，不是我。好像马斯克生12个小孩，所以他就讲了，他说，所以人类都要学习他，生很多小孩，到处去播种，然后呢，这个人类的智能才可以被开发好，然后呢才不会被 AI 统治。好，当然不是，这后来是我说的啦。反正就是马斯克呢，他就说了，人类唯一的解放就是生育率要提高，要生很多的小孩，所以你的智力才会往前。否则的话呢，你就等着 AI 比你更聪明好了。但是呢，如果他现在所预见的未来是 AI 会比人类更聪明，那我们要学着怎么样利用它。所以呢，他就说了，未来他怎么应用 AI 有很多方面嘛。他说 AI 最终极的落地应用就是机器人，所以呢，我们看他的机器人哦，这个 Optimus， 他说他的机器人呢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他说应该可以预见很快，他的机器人可以成本降到2万美元，然后呢，2万美元就会变得，大家好像可以入手了，对吧？它成本降下来，大家可以买。另外呢，他也说他要推出星链手机。就是那个手机直接可以连接它的低轨卫星，你到哪里都不会没有收讯哦，很酷。然后呢，他也讲 AI 的算力呢，将会在未来几年当中，它的效能会翻40倍。所以呢，他说 AI 的算力不断的往上提升的话呢，它就更聪明，因为呢，它的聪明就来自于它的大数据的统计跟计算嘛，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这个是马斯克告诉大家他所预见的未来。他还有预见一个未来很有意思，他说大约他这样讲，25年内人类可以上火星去住，而且你在火星可以自给自足，都不用回地球，你就变一个火星人。好，这是他的预测。好，那当然呢，大家就说了，哇，这个 AI 现在看起来好像前景一片看好，然后你看到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科技企业大佬，大家都是不断的在投入 AI 的一个发展跟研发嘛。好了。那近来大家有发现美股跟这个各大的这个金融市场都是不断的往前冲高，对不对？那当然你可以有一说是觉得大家觉得有降息的预期，所以不断的冲高，
资金狂潮。另外一说呢，则是要告诉大家的是，你看到这个美国现在不断的在说，哎呀，这个会不会快要泡沫了？会不会涨到最后了？但是呢，他们拿出了数据来告诉大家说，他们认为 S&P 500指数还有机会往上。他们说应该可以看到7000点，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往上还有10%的空间。那你要问为什么？明明还有关税的疑虑在前面，明明呢，你看到这个美国的一些劳动市场的数据很糟糕，大家很担心经济可能会下行。好，那这些金融机构告诉你，的确可能经济会下行，的确劳动市场状况不太好。但是呢，他说 AI 可以撑起一切，撑起这个世界。他说因为只要是 AI。它的一个资本支出 ，AI 的投入不要减少的话，这个牛市就会继续。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看企业获利。好，一切的一切，所有的股价，你说这些公司它的股价可以比天高，那你要赚的钱跟得上啊。所以呢，他们就统计了，他说S&P 500。这些成分公司，他们在今年2025年的一个获利呢，可以成长10%。那很不错哦。到了2026年，可以成长13%，也就是今明两年都在成长的状况底下，那股价往下跌，好像就比较不可能。如果它的企业获利在成长，当然它股价往上就很有道理。所以你就看到了，美国就认为这个牛市还会继续，只要你看 AI 呢这些科技巨擘、科技厂商他们的投入持续的话，那就不担心牛市就继续的 ING。 好了，那讲到了全世界的 AI， 你当然不能落掉中国。虽然呢，你看中国现在被美国卡脖子这个辉达能够卖到中国的晶片也都要降规再降规，阉割再阉割嘛，都太监晶片嘛。但是呢，这个现在我们从财报数字来看，中国在研发 AI 当中，他们找到了很多弯道超车的方法。那我们给大家一些数据近来呢，高盛他们办了一个高盛大会。那这个高盛大会呢，结论就先告诉大家，他说你要投资中国的 AI。来给大家看一些数字腾讯在中国发展 AI， 当然很多公司腾讯呢，他们在用 AI 去精进他们的游戏，用 AI 呢去精进他们的广告投放在他们的一些社群入口网站当中，所以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而且呢，腾讯在国际市场当中的一个这个营收成长也非常的惊人，所以他就说腾讯的 AI 呢，现在看起来是一日千里。另外呢，他们说了百度云一样呢是卖算力的，那它的这个百度云的 AI 软体的收入呢，比前一年增加了27%。另外呢，更厉害的是阿里云。阿里云呢，它已经实现了在 AI 营收这个部分，连续8个季度都是3位数字的成长，也就是爆炸性的成长所以你看到了，你即便觉得说它的技术好像被卡脖子，但是呢，中国的 AI 应用其实是用到非常非常的淋漓尽致弯道超车，用各式各样的方式都用到了 AI 应用。另外呢，这个高盛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请你投资中国的 AI。他说呢，这个现在的投资有2个方向要双重策略。你觉得投资 AI， 大家很多人担心 AI 会泡沫，就怕的。他说你的双重策略是，你可以投资比较防御型的，就你觉得它的确会有一些这个稳定收入，比如说像游戏等等，但同时间他请你不要忽略了中国的 AI 股。他说因为中国的 AI 股呢是未来成长的动能。好，那他讲为什么不能错过中国的 AI 股呢？他说因为同样是 AI 股，目前在中国的这些公司，它的一个这个估值，它的本益比呢大约都16倍左右。同样这些公司云的这个基础设施 AI 的基础设施，在美国的公司，他们平均的本益比呢大概是23倍，也就是中国这些 AI 股是被低估的。所以呢，高盛就说了，请你要投资它，因为未来它的空间还非常值得期待了好，那其实呢，不管是有没有技术被卡脖子，中国的或者是全世界的 AI， 现在呢都是爆炸性成长当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风险也在的，所以呢，就如同高盛所说，你也要做一些防御型的一个投资，给大家做参考咯。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内容，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